前段时间有学生问了我一个好问题，他问我学会绘画的关键点是什么？今天就来详细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小白，刚刚接触绘画，此时最容易碰到的问题通常是看不懂、画不出，或者看懂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上面这段话就告诉我们，不管看没看懂，没有搞明白操作就是画不出，而这个操作是很多绘画教程里经常缺少的东西。大到思路步骤，小到一支笔怎么拿，都需要逐步分析讲清楚。绘画的过程其实充满了大量可以让我们画不出来的陷阱。那如果有一个老师费心费力的把这个操作讲明白了，你还是不会怎么办呢？其实这很常见，绘画操作的学习就和游泳、跑步等运动一样，即使看到了示范，我们仍然有可能学不会。这和物理数学不一样，运动类的技能是练明白的，认知类的技能是想明白的。绘画操作需要用学习体育的方法来学习，也就是刻意练习。刻意练习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比以前更好用的学习反应策略。原文中把这个反应策略叫做心理表征。心理表征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的名词，指思考事物时的心理结构。什么意思呢？我来举个例子。对普通人来说，下棋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大师就是走一步看10步的。在围棋里面，高手算到50-60步以后都是很正常。这就意味着拥有全局观，懂得推演变化，这与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相比，更容易在围棋竞争中取胜。之所以把它叫做反应策略，就是因为它和条件反射很像，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射行为。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通过大量的训练，把这种原本需要深思熟虑的东西变成一种本能。这个过程比较苦，因而需要刻意来维持。这也就是成为专家的本质意义。由于日复一日的训练，对应处理方式熟练的如同本能，当他面对新的情况时，才能够快速调出过去的一些认知模块，根据问题排列组合，从而在思考和解决问题上得到更高效的方法。刻意练习有4点原则。首先是明确目标，我们最想提升的到底是哪个方面的能力，然后是找到教练，找到专业人士获得高质量的反馈。找到以后就开始研究策略了，研究杰出的案例，了解他们的反应策略。最后开始投入练习，不断的重复训练，到这一步才是10000小时定律开始发挥力量的阶段。接下来我用自己亲身案例来说明刻意训练是如何在绘画学习中展开的。第一个案例是我初中自学排线的经历，这里要交代一下背景，这是我6岁的作品。那我小时候没有学过其他的儿童画，一上来就是画石膏几何，瓶瓶罐罐，从小开始学素描，这也是7、8岁时画的。儿童绘画的特征就是没有物我之分，儿童能够轻易地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在观察的对象之中。这2张亚历山大的素描我现在是画不出来的，我很喜欢这2张，它们很可爱，左边机灵，右边忧郁。左图是亚历山大的电视剧形象，右图就是我照着画的原版石膏。后面石膏画得更加立体了，颜色也画得更加丰满。到13岁的时候，我已经画了7年的绘画了，能够把很多东西画得比较像了。这是我那个时候画的石膏作品。这2张左边是7岁时画的，右边是13岁的时候画的，你可以看到这之间的差距。那个时候教学基本上是放羊，小孩被扔在画室里面，主要是个托管作用，只要人没事就可以。所以老师很想讲解，我基本上是在画室里默默地画了7年。直到有一天我在书店里看到了《素描的高度》，这本书是历代西方素描大师的作品合集，开篇就是文艺复兴3杰的作品。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的素描绘画风格和这些大师相比是如此的不一样。在那个年幼无知的年纪，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我的排线相比于大师来说这么不一样呢？我的好丑啊！其实从6岁慢慢长到13岁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意识到了我的老师其实在放羊。根据这么多年的交流经验，我知道如果我跟他说我想画得像达芬奇一样去练这个排线，他肯定会说你还没资格，想太多了，老实点。所以直接就放弃了这个找教练的念头，只能自我反馈了。接下来第3步，研究策略。不过我一个13岁的小孩能有啥研究？那时我内心里朦胧的想法就是直接上手模仿，模仿出来了，那我就是天赋异禀，模仿不出来也没关系，毕竟他是大师。相当于我第3步什么都没做，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接就第4步练习去了。
在投入精力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不断的重复失败的体验，那就是再有热情，在不断失败面前也会持续受挫。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可是我还是不想放弃。6岁的时候开始学素描，从小内心孤僻，虽然老师一直在放羊，好在日复一日的绘画过程里，不用和别人说话，可以自顾自的在画板面前享受一段投入的时光。但我内心里其实渴求交流，那么多年来，其实是绘画帮助我完成了间接的交流。每次周末画室画完画，我发现同样的对象，每个同学画的都不太一样，那一刻我就会惊呼，原来你们是这么看的呀。我喜欢这种交流，体验到了绘画交流的魅力，但是也想更进一步亲自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所以经常会下意识的模仿其他同学的画法。在没有看到大师的画册之前，我不知道素描还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画法，这实在太吸引我了。无论如何，我都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反复受挫后，回想起内心里的渴望，痛定思痛，开始冷静分析到底差在哪里。我这才正式进入了第3步的研究策略。13岁的我在某个彻夜不眠的晚上，对着书本上的范图反复比较，最终总结出了2个最明显的差距。一，我的线条之间的距离是不均等的，时而紧凑，时而稀疏。2，我的单根线条的深浅变化太过强烈，没有圆桌那么均匀。于是开始重新制定目标，我把目标拆解为2个小阶段。第一个目标就是先把线条之间的距离练均匀，第2个目标才是把线条本身练均匀。此时的目标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许多年后创业时学 OKR 才知道，清晰的目标是必须可以量化的。想要画得像大师一样好，体验大师的观察世界，这个念头在 OKR 的体系里面称之为 O， 也就是意义。把线条的距离画均等，单根线条的变化做均匀，这个叫 KR， 也就是关键结果。结果必须是可衡量的，这样才有落地的可能。结果也必须有意义支撑，这样才能不忘初心，走得更远。而我们脑袋里没有想清楚的东西，都会在实践中成为伏笔。其实从6岁慢慢长到13岁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意识到了我的老师在放羊，但那时的我根本意识不到这些，于是直接开始动手给自己设计训练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在白纸上不停地画线条，先确保每根线条的距离都一样。如果排线过程中发生了不均等的现象，就擦掉重来。最开始我还是快速排线，后面发现快起来我很难做到线条距离均匀，于是我就放慢速度，不再求快，从排线变成了一根一根的慢慢写，甚至是慢慢的描，距离是相对均匀一点了，毕竟慢下来更好控制，但这样画出来的线条往往不利索，歪歪扭扭。我就这样在快点排线和慢点排线之间反复横跳，迟迟突破不了。那段时间有想过放弃，也安慰自己，大师果然是大师，这么一点简单的操作我就是学不会。但随即就会开始骂自己，你这就打算放弃了？3天打鱼2天晒网的，怎么可能成为大师？就这样，脑海里左右互搏，反复横跳，在持续性的自我激励和否定之间，日复一日的练习，都有点魔怔了。表面上看我还是个正常的读书的孩子，但放学后我只想回家练排线。直到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像达芬奇一样在画画。我看着一个裸体的美女模特，仔细端详她的身体，然后在画稿上轻松地画出她的轮廓，并且在排线。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梦包含了一定青春期的荷尔蒙冲动，也算是个春梦了。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排线的时潇洒自如的状态，毫不费力的感觉。梦里的我白衣飘飘，这个梦怎么说呢？属实是狠狠地歪歪了一把，安慰了自己现实生活中排线垃圾，没有女孩子喜欢，身体脆弱，被社会流氓暴力围殴的悲惨现状。醒来后久久不能忘怀，回味着，突然灵光一闪，不对呀，我这么排线是有问题的。一直盯着大师的结果来练排线，但却没有思考大师的过程。达芬奇、拉斐尔的排线肯定不像我那么紧张拘束，他们一定是毫不费力的就完成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排线的过程应该轻松愉悦，姿态轻松，状态不僵硬。我开始意识到，想要拿到好的结果，应该先用正确的方法。我也许应该先从拿笔的姿势开始练习，先把自己排线的状态变得轻松愉悦起来。于是我又更改了自己的训练方案，我开始寻找一个让自己舒适的拿笔状态，慢慢的去感受身体的紧张程度，
我发现写字的姿势手指是紧绷的，很难在这个姿势下很轻松的去画画，而手臂的姿势呢，挥动不了多久，整个肩膀就会酸。所以最后发现，只有用手腕运动的姿势最适合我，不那么容易疲劳。在不停的琢磨中，我甚至发现手腕发力的时候，手指只需要轻轻地拿捏住铅笔就可以排线了，都不需要很用力。所以只要我轻轻的画画就没有那么费劲了。于是相当一段时间，我都在晚上练习用手腕挥动铅笔，感受松软的姿势，逐渐的找到了身体放松的感觉。当我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终于又重新捡起了排线的训练计划。我告诉自己，就想象自己是一个超级高手，身体怎么放松就怎么来。于是我轻轻的放松排线，不刻意的追求速度，也不刻意追求距离均匀。我发现这样线条轻松利索，虽然距离不是很好，但是也没有很离谱。我终于感觉到突破了什么，于是不停的重复练习，在这个感觉的基础上，慢慢的追求距离的均匀。2个月后，我的线条就自然而然到达了新的境界，终于可以把线条画得很均匀了。整个过程前后差不多6个月，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琢磨这个排线。后来我临摹了2张排线非常好的泛画，你们可以看看，再对比一下6个月之前的状态，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其实前后的形状观察能力、颜色控制能力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排线的能力上来了以后，颜色画得更加工整耐看了。这整个过程下来，相比于之前对着绘画的结果刻舟求剑的去学习的反应策略，我建立了一个新的反应策略，也就是思考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从原点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杠杆点。当然，这番总结是很多年以后才想明白的，当时我只觉得自己天赋异禀，猛然附身。但这个研究过程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告诉我再难的问题都可以不断的去摸索探索，去突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自我认可，它让我在那个自卑的状态里找到了一点光亮，我相信自己是可以做成一件事情的。这给我烙下了印记，使得我对于解决难题的过程中那种反复受挫的自虐感有种迷恋。在那之后，我就专门挑了各种大师的作品去攻克学习。以上就是我当年无意识的刻意训练过程，希望这个可以对大家学习绘画有所启发。我能想明白这个过程，不是因为我记得那段经历，而是我在后来当老师的时候，不断的研究教学过程中，对学习有了新的系统的理解，这才能在回忆的过程中梳理清楚记忆的脉络。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起自己认知框架内无法理解的东西的，只有不断的学习和突破，升级自己的认知能力，你才能重新理解过往所发生的细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意义。后来做教学时，在深入研究教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绘画的操作本质上和健身是一样的，它是一种运动技能。所以我读了不少健身类的教学书籍，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设计训练的逻辑和方法的。这才知道要科学的思考操作整个的运动逻辑。我分别对过去3种不同的握笔方式取了各自的名字：写字式、运腕法、运臂法。仔细摸索这个过程中呢，总结了支撑力和原动力的机制，更加深刻的明白了控制能力的关键是稳定。深入研究你就会发现，控制能力有3个维度，分别是力量、速度、稳定度，而稳定度是前2者的前提。练习的过程中不是什么都追求的，先把力量稳定了，然后再慢慢的尝试快慢轻重的变化。在绘画史的深入学习中，我也更加清楚了排线是怎么诞生的，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分别是什么，由此为不同的阶段设计不同的练习方式，循序渐进，针对学生的结果做合适的反馈，帮助他指出问题，不断的迭代改进，并且设计不同的操作时要对应不同的绘画需求。我们并不是要一股脑的把所有的方法都练了，要落实在实战中去思考。如果这段话并不需要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要练它？不能为了练习而练习，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始终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画什么样的风格，追求什么样的效果，根据自己想要的结果去设计对应的能力练习。最后，为了避免误导，我的第一个案例说的是我13岁的时候学习的过程，那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认知下琢磨的过程。后面等到我越来越大，学习的大师越来越多以后，就不是这样粗暴的去学习了。那再回到达芬奇这个案例上，那个时候的我由于把自己放得很低，所以一开始的眼界就被拘束了，直观的就默认这样的排线才对。那要跳出来看勇于质疑大师的操作，去思考达芬奇为什么这样排线，他排线的位置都停在哪里。但是单纯的盯着达芬奇的画去看是看不明白的，
你想要追上一个大佬的风格，不能在这个大佬的语境框架下去追求。因为每个人，尤其是绘画的人，在分享自己的经验、展示自己的艺术结果时，他脑海里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框架，他画出来的通常不是自己最喜欢的，往往只完成了自己30%左右的效果。每个人的作品都只是自己理想效果冰山的一角。我相信你自己在画画时心里其实也很清楚，我们经常觉得自己绘画的结果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所以想学会大佬的绘画，必须理解那个大佬内心的理想状态，理解他内心里还没说出来的那一部分。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你可以问他，你崇拜的画师是谁？通常这些画家的采访中都或多或少有提及。我们得系统了解他的理想，才能和他站在同一个背景信息下去理解他的绘画，不然我们就缺失了破解密码的关键信息。我后来研究费辛的绘画，就是先研究他的偶像荷尔拜因。费辛的绘画笔触潇洒，结构准确，非常的吸引我。在翻阅费辛的作品中，我意识到他有段时间是在临摹荷尔拜因的，左边就是荷尔拜因的，右边是费辛临摹的。只要我们愿意顺藤摸瓜，就能抓到很多线索。那这个研究的过程我就不细细展开了。总之，在系统研究后，我觉得费辛的绘画主要是在追求简洁优美的状态。那个时代的绘画的趋势就是要追求笔触的美感，但是大部分的画家笔触呢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通常浮于表面。费辛内心的困惑就是这些笔触如何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荷尔拜因给了他启发，让他意识到只要笔触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就能够形成强烈的体积。毕竟他只画了那么一点点线条就能如此立体。费辛认为荷尔拜因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他对人体解剖了解的十分深刻，他画的是骨相不是皮相。这些都想明白了，那绘画的逻辑也就清晰了。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模仿的过程，就是从骨骼到肌肉慢慢画的，先画骨骼，然后再添加肌肉的模块，最后才是在表面添加那些看上去潇洒的笔触。当然，这种模仿学习的过程一定要注意一个度，不要企图能够完全复原大师的心态，那是不可能的。记住一句话，误读引起创新。荷尔拜因误读了丢勒，费辛误读了荷尔拜因，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状态。每个人都只能画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学习大师的过程不过是在照镜子，通过对理想的模仿，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补充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制定目标的背后是需要认知框架的。你问不出自己认知内不知道的东西。当我们在学习的死胡同里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该学习升级了。只有让自己的认知升级，我们才能够找到更关键的问题，找到更精确的目标。绘画的技巧永远是审美理念的延伸，在你不断精进操作技术的同时，记得去学习各种美术史，了解各种艺术家，扩展自己的审美理解。所有对外的探索最终都要落回到对内的审问。画画不过是让我们不断了解自己的一个手段。我们通过绘画了解到了更多的画家，了解到了更多的艺术，看到了更多的镜子。因为画画，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奇，由此才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知。总结来说，小白学习绘画的关键就是要先练习操作，让自己能够上手。高手再进一步的关键就是学习审美和艺术史，这样才能不断的升级自己的认知框架，看懂更多的操作。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分享。我是维维老师，欢迎你们关注我的 B 站账号，记得一键3连。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们私聊。